20年后 ，X 省 H 市，数辆黑色的轿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，驶上了一座平顶小山，最后在山路的尽头，也就是龙家老宅的门口停下。山庄门口的值班保安看到那几辆轿车后，赶紧打开了山庄的大门，然后他们从值班室里走出来，站在门口，等到为首的那辆迈巴赫驶进去时，向那车上的人举手敬礼。车子很快驶入了山庄里，一直驶到了中心主院的屋门口停下来。保镖车的车门先打开，数名黑衣保镖动作一致，迅速地从车上下来，站在迈巴赫的面前，等着迈巴赫上的男人下车。龙拓从车上下来，他紧绷着脸，一副很生气的样子。爸，一个女孩子从屋里飞快地跑出来，看到龙拓后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起来，小心翼翼地问：爸，怎么样了？见到了龙腾集团的总裁了吗？龙拓看着女儿半晌，说道：进屋里说，你爷爷在家吗？在呢，爷爷在练毛笔字，也是在等爸爸的消息。龙拓抬脚就往屋里走去，他唯一的女儿龙若雨没有马上跟上他的步伐，而是问着一名保镖：我爸带着你们去龙腾集团，到底见到他们的总裁了吗？保镖恭敬地答道：大小姐，没有见到，只见到了龙腾集团总特助，连周副总裁都见不到，更不要说他们的老板了。龙若雨皱眉：我爸亲自过去都还见不到。龙腾集团的老板还真是大架子呀，在咱们 H 市，谁敢不给我爸面子？我们龙氏家族在这里经营了100年之久，说我们家是土皇帝都不为过。保镖不说话。龙腾集团在 H 市扎根才6年的时间，一开始只是一家小小的公司，但是老板叶龙庭是个厉害的，短短6年的时间就建立了龙腾集团，一跃成为能与龙氏集团并驾齐驱的大集团，严重威胁到了龙氏集团在商界的地位。最神秘的是那个叶龙庭 ，H 市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他只要见客谈生意，都是戴着黑色的墨镜、黑色的大口罩，把他的面容遮得严严密密的，只露出那双凌厉的黑眸，眼神总是锐利冰冷，似能洞悉人心。在 H 市盘踞了过100年的老牌家族，拥有健全的消息部门，打探消息本是一流的，可是他们在龙腾集团这里就碰了壁，查了几年都查不到叶龙庭的底细。而龙腾集团与 A 市的千寻集团深度合作，龙氏集团都未能和千寻集团搭上线，不是不想搭，是人家千寻集团不想和龙氏集团合作。20几年前，龙若雨的爷爷当时还是龙氏家族的代理家主，带领着他爸龙拓就去了千寻集团，本想和千寻集团谈合作，也想联姻，让龙拓娶欧阳家二小姐欧阳婷的，被欧阳家的当家人欧阳雅严词拒绝了。人家欧阳家虽然阴盛阳衰，但欧阳家的千金们个个都厉害得很，非但守住了欧阳家的家业，还让欧阳家的生意更上一层楼。连龙若雨的爷爷见了欧阳雅都不敢端着长辈的架子，毕竟他爷爷只是龙氏的代理家主，并非真正的家主。龙氏一族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家主，因为家主的私章、令牌以及图腾在30年前丢失了。说是丢失，其实是龙若雨的爷爷带着一班旁系灭了嫡系，想上位，结果找不到私章、令牌以及家族图腾，而龙氏家族又是个只认那3样东西的，没有那3样东西，哪怕灭了嫡系，也只能当个代理家主，无法真正掌控龙氏家族。而且他们经营20-30年的成果，都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的。当年龙氏嫡系有一小被保姆带着逃跑了，代理家主派人到处寻找，最后锁定了 G 省 A 世君家大少奶奶慕情收养的养子龙庭，但那只是猜测，他们没有见到龙庭本人，都不能确定龙庭就是龙氏嫡系一脉最后一根独苗。他们无数次想打探一下，见一下龙庭本人，
甚至拐弯抹角想通过海童的外甥周扬见一下龙庭，最终都失败。龙庭的消息，龙氏家族再也打听不到。听说龙庭已经不在风尘山庄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他就是龙若雨一家人的炸弹，随时都有可能冒出来爆炸了，将他们全家人炸个粉身碎骨。龙若雨狠狠地道：我爸若是真正的家主，就是10个龙腾集团也不放在眼里。他们家现在掌控不到龙氏真正的权力核心，哪怕当了20-30年的代理家主，依旧得不到别人的尊重。就像20几年前，他爷爷带着他爸去求见千寻集团总裁欧阳雅一样，因为他爷爷不是真正的家主，就是欧阳雅一个女人都敢轻视他的爷爷。扭身，龙若雨进屋了。龙拓进屋后，看到父亲在厅的一角练着毛笔字，他的母亲在一旁磨着墨。父亲年轻时情妇一大堆，就是私生女都有好几个。老了，陪伴在父亲身边的还是他的母亲龙太太。如今他成了龙氏家族的代理家主，他的弟妹也在龙氏集团身居要职。他的母亲终于可以吐气扬眉，不用再受情妇的气。父亲也回归了家庭，毕竟他能依靠的还是他这个亲生儿子。龙拓走过去，先是站在一旁看着父亲写字，等到父亲收了笔，他才恭敬地叫了一声爸妈。龙先生今年80了，满脸皱眉，满头白发。从他灭了嫡系到现在30年了，他都未能正位家主。这30年来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找那个小鬼，可惜一直没有找到。那个小鬼今年也有30出头了，嫡系被灭时，那个小鬼才1岁多点。30年过去，他是有31、2岁了。找不到那个小鬼，他就睡不好。60出头便满头白发。怎么样，见到了龙腾集团的总裁了吗？龙拓扶着父亲转身走向沙发，后面进来的龙若雨则是去扶着他的奶奶。等父亲坐下了，龙拓答道：没有见到，像往常那样，只有一名副总接待我们，见不到他们的总裁。龙先生沉吟了片刻，说道：阿拓，你有没有怀疑过龙腾集团的老板是当年那个小鬼？爸，应该不是，他姓叶。叶龙庭。龙先生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君家当家人就姓叶，他随母姓的，我怀疑叶龙庭真正叫龙庭。龙拓说道：爸，我们怀疑叶龙庭就是那个小鬼，可是我们没有见到他本人，又查不到他的来头，还是不能指证他的。总要见到他本人，能查到他的底细，才能确定若不是他，我们贸然动手，只会给我们龙家增加一个强劲的敌人。龙先生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在咱们家族经营了100年的地盘，都查不到他真正的底细，这个人来头不小呀。按理说，君家和战家联手都没有这么大的本事的，难道叶龙庭不是那个小鬼？龙先生是希望叶龙庭不是当年那个小家伙，否则他一家3代人经营的一切就要被别人收回去，成了别人的嫁衣。哪怕这30年来，他们也努力创建属于他们的公司，但还是要和龙氏集团做生意才行。他们又无法将龙氏集团掏空，因为龙氏集团里面还有很多核心老臣，那些人也是一代接着一代继承，是龙氏家族真正的精英，却也只有真正的家主才能调动他们。有他们盯着龙氏集团，他们根本无法掏空龙氏，也无法将龙氏家族的家产转移出去。他们这个代理家主一举一动都被盯得紧紧的。族人吗？有一半是30年前跟着龙先生灭了嫡系的，有一半人则是什么都不做，坐在一旁看戏的。他们谋夺家主之位失败，那些人的耐心也渐逝，总担心真正的家主回来接管一切，然后一一清算他们这些仇人，总来催龙先生一家人快点找到那个孩子，斩草除根。30年来都没有找到，如今那个孩子都30出头了，若是成才，他们想再斩草除根谈何容易？君家和战家可不是吃素的，
动了君家的人，战家不会坐视不管。而且那两大家族与很多豪门大族都来往密切，牵一动百，他们无法和那么多的豪门大族为敌。在 H 市，龙氏家族是地头蛇，但出了这个城市，他们也得收敛3分，别说去了别人的地盘，就是去了他们的省会城市，在欧阳家族面前都不能嚣张。若雨，龙先生看向长孙女，长孙女年轻漂亮，也有几分的本事，是很好用的一枚棋子。爷爷，龙若雨应了一声，你去龙腾集团应聘，看看能不能进入龙腾集团上班。爷爷，我去试过了，没有通过面试。知道家里人一直想弄清楚龙腾集团的当家人是谁。龙若雨一毕业就去龙腾集团应聘，但没有通过面试。他不知道对方是否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还是他的能力不行，那就去龙腾集团门口盯着，只要看到叶龙庭的车子出来，你就去拦他的车。龙拓说道，爸，这个法子行不通。叶龙庭出入都有保镖跟随，他的保镖团个个冷漠如冰，却身手了得，就是咱们家最好的打手都不是他保镖的对手。都不知道叶龙庭去哪里请来那么厉害的高手当保镖。叶龙庭本人的功夫深不可测，还会用暗器，暗器总带点毒，不是毒死人的，是碰到了就浑身起疹子，痒死你的那种毒。这个人也身体好得很，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病，想从生活上靠近他，难于上登天。叶龙庭越厉害，他们就越害怕，害怕叶龙庭就是龙庭，回来找他们复仇的。龙若雨说道，爸，下周6不是有场商业酒会吗？叶龙庭应该也会出席，爸，你带上我去，我想办法接近他，揭开他那黑色的口罩。龙拓恩着，好，不管能不能接近他，你都表现得爱慕他一样，追求他，逮着机会就纠缠他。他年轻未婚，会有爱慕者纠缠很正常。龙若雨点点头，他早就对叶龙庭感兴趣了，很想知道在黑色口罩下的那张脸长什么样。与此同时的 A 是欧阳家，战远夫妻俩都在别墅门口等着，看到儿子熟悉的车辆出现在视线内，夫妻俩脸上满是笑容。车子进前了，战驰停下车，刚开了车锁，他还没有下车呢，他爸妈已经笑眯眯地走过来拉开车门，不是拉开他的车门，是后座的车门。然后他听到他妈妈用着他这么大度没有听过的温柔声音，说道，贝贝，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，累不累？你六叔早就做好了你爱吃的菜，走，咱们进去。欧阳雅笑眯眯地拉着贝贝的手，六叔，六婶。贝贝笑着问好，很亲热地挽上了欧阳雅的手臂。战远笑得见牙不见牙，跟着妻子和侄女的身后，边走边说道，贝贝，你六婶知道你过来，可开心了，你的房间是你六婶亲自收拾的，还是你以前过来度假时住的房间？房里的东西没有变动过，都是你以前置办的。你六婶还重新帮你换了窗帘，换了大床，说以前的床有点小，你以前还小吗？又叫六叔早早就烧菜做饭，说你坐飞机那么远过来准会饿着，今天要上班了，你六婶都不回公司，让你俊舅负责留在家里等你，本来说要去接机的，你哥说去接你，让我们在家里等着就行。累不累？这次过来住多久？管城的夏天很热，这个暑假你就留在六叔这里度假吧，好好玩几个月，再去找工作也不晚，咱们家又不差那点钱。贝贝今年刚好大学毕业，放暑假了，他想亲叔叔亲婶婶了，跟父母家人说要来六叔这里住几天，家里人自是不会阻拦，哪怕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长大后他想做什么，家里人都会支持他，也不担心他的安危。4岁就开始学武，父母都是身手极好的人，他的兄弟们也是文武双全。他说他不能丢了父母兄弟的脸，学功夫学得可认真了。然后
就像他妈妈一样，学的一身拳脚功夫。老保镖阿七都说小小姐的功夫比他厉害。欧阳雅问贝贝不打算深造了吗？这么快就要找工作？要继续深造，不过我想玩一段时间后就回去上班，等开学了再去读书。打什么假期工呀，就那么点假期，好好玩。别去上班了，等以后真正出社会了再说。战远反对侄女去打假期工，你太奶奶在天上看着呢，要是知道你那么辛苦，不得心疼死。战家老太太活到101岁，9年前无疾而终，长寿又没有受病痛折磨，属于喜丧。但对于战家人来说，老太太的离开如同天塌了一般，一家人都难过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。